此剑名为绝世好剑，由女娲补天后余下的4颗奇石之一的黑函打造，乃是天下间至寒之物，拥有吸摄天地灵气之能，也可吸收别人功力转为己用。另一块奇石白鹿则铸成了血影狂刀，刀长3尺7寸，同样为天下间至寒之物，二者同为武林10大兵器。当这2把神兵相对时，谁能更胜一筹呢？在风云2人击溃雄霸后，东瀛门派无神绝宫崛起，门主绝无神觊觎中原领土，率军在中原武林掀起腥风血雨，使继擒下当今皇帝，更以独门秘药麻香谷制服一众武林人士，就连当今武林神话无名也未能幸免。而步惊云因顾及楚楚安危，也成为阶下之囚。绝无神正欲痛下杀手，无名瞬间挣脱束缚，原是仆从鬼虎，早已到来麻香谷解药为众人解毒。步惊云同样抱起，射来火焰施展排云掌，吸引注意，借机一掌拍向绝无神。然而绝无神修成不灭金身，反被其一拳击退。其余高手见此纷纷脱困，各自传功欲殊死一搏，却被绝无神一记杀拳当场打得魂飞魄散。此时聂风赶来，施展风神腿，一脚踢出，却毫无建功。见风云2人落败，无名聚气凝神，在场众多长剑被其射来，聚集在其身前，以一成功力施展成名绝技万剑归宗。面对如龙般的剑流，绝无神以不灭金身应对，滔滔剑海破不开身前1尺。可惜以无名现在的状态，终是难以重创绝无神，只能带着风云等人逃离。因余毒未消，便强行运功，无名短时间难以痊愈，如今只能寄希望于第一邪皇。随即朱黄带风云等人前往生死门，邪皇早已归隐，不问世事，哪怕风云苦苦哀求，也置之不理。数日后，刀皇之女第二梦前来劝说，邪皇才终于现身。然而邪皇因修炼魔道，难以控制魔心，肆意滥杀无辜，事后极为懊悔，自断双臂，如今功力已是大不如前。然而风云2人潜力虽强，却实力不足，想要对付绝无神，只有介入魔道才能短时间功力大增，可一旦入魔就会万劫不复。邪皇射出石子，风云2人瞬息接住，步惊云手中石子变成碎屑，而聂风则是完好无损。邪皇认为聂风心性沉稳，入魔之后还有一线生机恢复过来。随后聂风与第二梦做最后告别，跟随邪皇进入魔池入魔。而另一边，无名以剑技悲痛莫名考验步惊云，被其化为己用，轻松破解。无名十分满意，收步惊云为徒，将一身绝学倾囊相授。随着时间流逝，聂风逐渐被魔性侵蚀，步惊云的剑法也在与日俱增，甚至创出了属于自己的剑道，威力能与剑23不相上下。无名将其命名为霸剑。就在此时，绝无神手下高手前来袭杀，聚集土石成拳向几人攻来。步惊云施展霸剑，瞬息敌人便身首分离。生死门中，聂风的入魔已经处在最后阶段，绝无神的手下围杀而来，众人奋力抵挡，第二梦不慎被击伤。这时一道黑影迅即冲出，接住第二梦，魔池水退下，令黑影露出真容，正是已经入魔的聂风。肆虐的魔气惊得一众敌人心生畏惧，所过之处生机断绝。入魔后的聂风实力暴涨，转眼间便将敌人尽数化为碎块，随即离开，不知去向。然而绝无神入侵中原的真正目的，乃是皇族的远古墓穴龙种。相传谁能得到龙种之秘，便可号令天下，拥有掌控神州以及浮沉苍生的无上全能。绝无神遂带着被囚禁的皇帝前往墓穴，以皇帝亲自威胁他，指出龙种位置。关键时刻，步惊云及时赶来，受绝无神威势压迫的将军立时倒戈。正所谓神仙打架，凡人退避，步惊云留下独对绝无神。如今他剑道已成，有了一战之力。施展霸剑第一式剑留痕，剑气如虚空留痕，无声无息，强横而不推动周遭气流，令绝无神一时都难以招架。步惊云乘胜追击，霸剑第二式剑流云随即涌出，有形剑气延长变柔，化作剑网，将绝无神束缚当中。眼看就要斩杀绝无神，却被其瞬间爆发挣开束缚，龙种也被气息冲破现世。
高台上一具骸骨甚是奇异，其脊背龙骨便是承载神州气运之物。绝无神遭到步惊云阻拦，正欲施展杀权了结步惊云时，聂风及时出手将其击退。未料聂风入魔后敌我不分，直接向步惊云杀来。绝无神趁机拿到龙骨，此番举动吸引了聂风的注意，挥刀瞬息将其铠甲割裂。绝无神恼羞成怒，反手一记杀拳打在聂风身上。哪知聂风入魔后无痛无觉，步惊云也随之一同冲锋，风云联手再战绝无神。聂风转身压制绝无神，却又反手将步惊云制住。就在三人僵持不下时，龙骨中的力量让聂风恢复了一丝清明，反手挥刀斩下绝无神右臂。步惊云再接一剑刺中他的死穴，绝无神生机绝灭，就此陨落。之后聂风将龙骨带走，为免中州陷入万劫不复，步惊云只能将龙骨夺回。聂风返回了聂家村，只能借助龙骨暂时压制自身的魔性，为此还差点杀了第二梦。皇帝已经下令通缉，派遣将军夺回龙骨。就在双方争抢之时，绝无神之子决心现身争夺。龙骨因承受不住，当场断为两截。聂风再难压制，恢复魔性。这时步惊云等人赶来，截住正要逃走的聂风，要脱魔心，先除魔眼。步惊云尝试将聂风带入自己的战心，以此来平复他的魔性。二人看似未动，实则彼此的意念已交锋数十回合。稍息，步惊云一剑划伤聂风，两人瞬间回神，刀剑相击，从山脚处打到高山之巅。聂风越战越勇，数次将步惊云压制。此时第二梦赶来，试图唤醒聂风，哪知在魔性的进一步侵蚀下，暴力的契机虽被步惊云挡下，第二梦却依旧因此受创。稍息，风云二人各自挥斩，绝世好剑瞬间将血影狂刀斩断。聂风以气御刀，步惊云躲闪之下，断刀插在石壁上。聂风随即赤手空拳向步惊云攻来。步惊云艰难压制住聂风，单手持剑就要作势斩杀。入魔之前，聂风曾告诉步惊云，若是自己不能改邪归正，便下手杀了他，以免危害苍生。可步惊云无论如何也下不去手。聂风趁机爆发魔气，将他击飞。这时楚楚赶来，见步惊云受到重创，同样尝试唤醒聂风。聂风一时似乎有所清醒，万没想到楚楚刚刚转身，聂风竟发出魔气，直接将他杀死。回想起过往种种，步惊云悲痛不已。此时聂风已经彻底入魔，步惊云也化悲痛为力量，剑气与魔气对撞，相互抵消。见依旧制服不了聂风，步惊云挥动绝世好剑，吸取天地灵气化为己用。聂风抬手聚集魔气，两人都在酝酿最后一击。此番对撞必然是惊天动地。稍息，聂风催动数道魔气袭来，步惊云则是以霸剑最后一式剑流星杀来。剑光耀若流星，劲如奔雷，直到最后一剑，步惊云放开长剑，绝世好剑顺势划过聂风眉间，刹那间炸裂的劲气将两人冲散。待第二梦急忙上前，聂风魔眼已除，恢复正常。哪知方才对撞的余波将崖角割裂，聂风与第二梦落下山崖。步惊云急忙纵身跃下，于空中借力超过两人，回身一掌将两人推回，自己却向着崖底落去。两人安全回到山顶，看着自己犯下的错误，聂风悲痛万分，而步惊云再无踪迹，只有绝世好剑依旧留在原地。